那些怕得很的都被击落，似暴雨过后的天色。那些等待中的泥泞滂沱，被梦想细心的打磨。所有痛的、爱的都被吻过，似暗夜中的星火。那些奔跑中的摔打颠簸，被时光亲手雕琢。这是一个开始，也许不会结束。成长与控诉，注定要加倍付出。汗水和泪水，有时候分不清楚。梦想和孤独总是会保持同步。只是一次开始，也许不想结束。精彩与浓墨，难得时间的浓度。浪漫和危险会上演生死时速。愿望和现实总是隔着山海路，这是一个开始，也许不会结束。成长与光速，注定要加倍付出。汗水和泪水，有时候分不清楚。对，爷我当兵的时候，你还家门口玩泥巴呢。还有劲儿吗？这。来呀，英子，还有劲儿吗？锁住！行啊！呀，来，没有扶你来。叶佩云，挺住！讲一下，冷静。首先要祝贺大家，通过了特战选拔中最困难、最残忍，也是最反人性的岳父训练。我相信这段经历会永远留在你们的脑海当中。但是我同时希望你们能够谨记，忠诚是每一个军人行动的底线。将来不管遇到任何绝境，都要用生命去捍卫它。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！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！军医就位。啊，疼！哎，大夫，你稍微轻点，硬汉也怕疼。特战队员嘛，连这点疼都害怕。大夫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我们那训练，哎，不就是虐服训练吗？我们这儿每年都有。就没人出事吗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都是皮外伤。你们不是也被车拖着在泥地里滚了几圈吗？那条路啊，被老兵清理过好几遍了，危险都已经排除了。老兵还亲自试验过，确保安全。至于其他的训练科目，都是经过严格的测试跟评估的。所以你们受的那些心理上的折磨，远胜于身体。大部分人啊，都是被吓的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检查完了，没什么大事，按规矩留院观察。行，下一个。好嘞，老肖，你来吧。不是，我听完大夫这么说，我感觉我
好多了。请进。笑笑，对，哎，冷队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别起来。您怎么来了？身体怎么样了？都挺好的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您坐呀，冷队，您坐。哎，笑笑，虽然你现在身体还没康复，但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在猎豹，女兵要比男兵更加努力，甚至承受更多的痛苦，才能占有一席之地。尤其边境战斗小组会更加凸显。我不怕，我相信自己可以克服所有问题。男兵虽刚，但我们女兵刚柔并济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呀，吃着玩的。给谁织的？没谁，闲着无聊吃着玩的。行了行了，不问你了。好好检查啊！你伤得那么重。没想到吧，还能见着。检查完了，刚检查完，挺好。我准备回去了。你有什么话要带给班长吗？帮我祝他一切顺利。好，保证带到。我也有几句话想留给你。其实，高准被淘汰的时候，我就想走了。我之所以留下来，只是想证明我不比别人差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每个人进部队当兵，都得有个指望吧。有的呢指望上军校，有的指望学本事，还有的指望证明自己。就像你，我之前一直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。可是，在虐俘训练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在双方无所不用其极的特种作战战场上，我很可能会拖累我的队友。我呢，往后的指望就是多交几个好兄弟，将来能多个照应。我还是继续当我的班副吧。至于这特战队员，就由燕破月你这种更适合的人去当。没事。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真的，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像你一样，有天赋，命还好，长得帅，你身上有一股怎么说呢，什么都无法阻挡的那种冲劲儿。我相信你，你以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最强的兵，这点我绝对不会看错的。谢了。但再强，你也只是个兵。我就想当个兵，能管好自己就行。再见了，燕破月。
少了我这个对手啊，以后你会遇见更多的。鲁德，船老大约坤爸吃饭，只能上去3个。干嘛？今天你呀，咱们3个上去。大老板，坤爸，哎呀，多年不见，生意兴隆啊！嗨，混个日子嘛，跟您比差远了。坤爸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好嘞。坤爸这次来，打算要几个小孩？你现在还在乎赚这些小钱吗？嗨，老本行了嘛。听说你在中国做了一些新生意，物美价廉。先生，您是做边境的，我是销往内地的，咱们之间不冲突的嘛。无妨，我只是对新的东西感兴趣。坤爸，您做生意啊，有买有卖。快去拿点新猪肉过来。坤爸，精神不错啊。还行。哎，好东西。坤爸，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，如果长期合作，价格好商量。自然是要长期合作的。快去给先生备货。不必了。你们黑吃黑呀！谁让你手伸这么长？现在有人花大钱铺路，内地这块肉，你也敢抢？坤爸，咱们这么多年交情，放我一马，我所有东西都给你。我想要什么，还需要你给吗？阿爸，东西和人都找到了。新型的病毒是你研制的，很好。没用了。坤爸，别走啊！坤爸，你放过了我吧！坤爸，我求你了！坤爸，回来！坤爸，最后杀我。拿着。
向右转，齐步走。立定，向右转，入队仪式开始。敬礼，礼毕，向右转，齐步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正式成为了一名猎豹特战队员。记住我的话，身为特战队员需要勇敢，该拼命的时候就应该孤注一掷。但是当你们上了战场，给自己的第一个信念，不是舍身取义，而是完成任务，活着回来。在训练场上练他个3、5年，就算你们练得再狠，看起来再厉害，你们依然是一个新兵蛋子。你们必须在一场场战斗中存活下来，一点一点地积累实战经验，直至身经百战。你们要把身上的勇猛如虎变成狡猾如狐，外加凶狠如狼。分则独占千里，合则天下无敌。最终，你们将带着荣耀和军功章回家，这才是真正的猎豹，这才是我秦风想要的兵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全体都有。立正！拉面向左转。别报，跟我宣誓。我是武警部队最精锐的特战队员，胸前的徽章就是我的荣耀。我们是武警部队最精锐的特战队员，胸前的徽章就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在鲜为人知的大山中磨砺自己的杀敌技术。也许我们一生都没有利剑出鞘、为国而战的机会。也许，直到我们脱下军装，也没有拿到一枚军功章。当人们问起我们当兵几年究竟有什么成绩时，我们会无言以对，因为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，这是一个士兵的本分。在演习场上取得胜利，这只能说明我们训练得不错。就像那些一直放在武器库中，绝不会主动使用的核武器，它们有的已经封存了几十年，最终都会被逐一销毁，但它们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同样的，就是因为有了几百万共和国的守卫者，我们的祖国才迎来了最宝贵的和平与发展。我们可以断言，到了今时今日，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对中国延战。开上一艘战舰，对着中国打上几发炮弹，就能让中国屈膝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在大厦将倾时，力挽狂澜是英雄。用自己无悔的青春，用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，用演习时的胜利与成长，支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，将危险和死亡拒之门外，让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可在一片和平的沃土上平凡而幸福地活着，这更是英雄。早上好，各位。自我介绍一下自己，岳空。大伙儿都还记得我吧？哎呦，一看见你，我这脑袋又开始疼了。对不起，生死较量，必须拼尽全力。你是用尽全力了，可我并没有。不服啊？可以再比一次。不用了，生死，我跟你们有那么大仇吗？没有。老炮欺负菜鸟，天经地义。老炮发过的誓，也是一诺千金。我就想知道，还算不算数了？输了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。
以后都听你的是吗？可以，但你得先变成一个有脑子的指挥员。我不想因为你的心慈手软，白白的把命丢了。我是好人。大胆子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举手表决。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初次相遇的情景，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身份可疑的人，押解前进会妨碍执行任务，把他放走有可能会暴露目标，把他留在原地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，当场干掉太过于残忍。想一下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会怎么做？不光是你们，这对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孤悬敌后的特战小队来说，这样的选择都是不可避免的。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特种部队之一，这支部队行踪非常诡秘，成员不多，只有现役军人1600名左右，但每个战士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他们不光武力强悍、能力突出，而且智商过人。队员选拔的时候淘汰率高达70%多，而且训练的时候使用真枪实弹，所以有着很高的伤亡率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造就了这支世界上最强悍的特种部队。你们在训练最后阶段的撤退任务，就是以海豹突击队著名的战例“红翼行动”来设计的。我这有些资料啊。2005年6月 ，A 国为了清除恐怖组织高级指挥官本·沙马赫等人，决定发起红翼行动。28日，行动正式开始。A 国派出海豹突击队4人小组渗透侦察敌情，途中遇到3名牧羊人，他们最后选择将牧羊人放掉，导致了自己的行踪泄露。几小时之后，150余名恐怖组织成员将他们4人包围。4人小组一边向基地求援，一边向附近的村庄撤退。由于所在地为山区，无线电信号很差，小组指挥官在阵亡前的一刻才将求救信号发出，最后只有1名队员生还。A 军基地在接到求救信号后，于当日傍晚派出直升机搭载16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前往进行救援。由于行动区连降暴雨，加之天色不好，大雨连绵，救援直升机被设伏的恐怖组织人员击落，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阵亡。指挥部随后又派出大量的直升机和 A10攻击机，这才将那名生还的队员救出。随后几日，指挥部才断断续续地找到全部阵亡人员的尸体。近20名海豹突击队队员阵亡，红翼行动宣告失败。红翼行动的失败给全世界的军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但同时也为实施现代山地作战提供了诸多启示。下面我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伙儿：假如由你们当中的一员来指挥这次行动，你们会怎么做？想一想。报告。讲。我认为制定行动计划务必周密细致，红翼行动的方案漏洞百出，他们的失败警示我们，在筹划作战行动时，应高度关注3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行动方案应力求详尽，大到整个行动体系，小到每名参战人员的具体细节，都不能遗漏。比如，当地连降暴雨，而军方的行动方案对天气情况几乎没有考虑。二是应充分考虑各种突发状况，要有不同的应急预案。如军方在实施第1次营救时，未充分考虑可能被伏击等突发状况，没有可行的应对方案，最终导致机毁人亡。三是行动前需进行实战化的仿真演练，可依托训练基地，通过反复在近似于行动区域的地区进行仿真演练，不断地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使每名参战人员尽可能地熟悉行动细节，减少失误。完毕。走。这战场瞬息万变，哪儿那么多时间演练？大声宣言。是。我认为山地作战需重视通讯要素。试想，如果求救信号呢能够早些发出去，
或是私人小队可以一直与空中力量保持联系，那么整个战局可能大不一样。这告诉我们，山地作战情况特殊，高山莅临，沟多谷深，对无线电通讯效果影响非常大，对无线电的器材设备性能要求比较高。这启示我们，山地作战必须考虑通讯要素。 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域，选择最适宜的电台、卫星电话、简易通讯器材等通信设备，务必确保通讯畅通。完毕。坐。怎么都是新队员在回答问题啊？老队员呢？这战术早10年前我们就研究烂了，让年轻人说吧。别摆架子，起来说，稳固执行。我认为，作战支援保障不能滞后。 私人侦察小组自始至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基地派出的营救力量也由于机毁人亡，未能得到任何的支援，这些都是致命的失误，都显示出作战支援保障的不力。接到求救信号后，军方明知事发地发生激烈战斗，却并未派出无人机等侦察监视力量进行详细的侦查，并贸然派出特战队员前往救援，且无空中火力护卫支援，因此很容易被设伏的敌人击中。 此外，救援直升机坠机后，才再次派出大量直升机，为时已晚，耽误了宝贵的营救时机。这些都显示出作战支援保障的滞后，没有与行动有效衔接、同频共振。还有，行动撤离环节应该引起重视。有了第一次被火箭弹击中而机毁人亡的教训，军方在营救幸存队员撤离时开始有所转变，不仅对营救对象和附近环境进行了细致甄别与勘察，还出动攻击机等空中力量进行支援。这也使得希望在该地再次伏击的敌人未能如愿。军队实践中， 撤离行动往往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但事实证明，撤离也是作战行动的重要环节，不容忽视。报告完毕，坐。是。说得好啊！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啊，在一切行动中，绝不能忽视人的决定性因素。红翼行动计划制作的非常粗糙，敌情观念非常淡薄。 这和军人自身的过度自负、轻敌大意密不可分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，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，以及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，在未来的战争中，对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。倘若人的因素不能发挥得好，只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，甚至会将我方逼入绝境。报告，讲。 大队长，我们猎豹和海豹相比，在战斗力上是否有差距？如果有，那这个差距有多大？两支部队谁强谁弱，只有正面交锋才能真正体现。你们很幸福啊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，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洗礼。但是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很可能爆发突然的战争，甚至是局部冲突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展示和验证自己的战斗力。 如果我们没有对比，那目标在哪里？白龙到，告诉他是。最强大的对手，永远都是昨天的自己。哎，老吕，说，待会儿再来一把。来一把可以，但是输我得认啊。我输了吗？误伤了人质，你说输没输？那就输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么一直输下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多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训练输啊，考核也输，1个多月过去了，你的成绩在干部里都快垫底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？想发扬精神是吧？想让我们每个人都顺利的赢是吧？哎，自家人嘛，
只要不是敌人，谁赢我都无所谓。白龙一归队，你魂都散了。白龙他是处处故意找茬，但你不能跟他计较。我没跟他计较，是你在跟我计较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计较的呀？不是，你俩这有意思吗？啊，有意思吗？不关大老白的事儿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么说吧，一棵树生了虫子，上面就会有洞。你拿再多的树叶盖着它，洞还在，它抹不掉。那你就把这片树叶子给掀开，不就完了吗？掀掉伤情，但不掀呢，又伤心。我能怎么办？干脆啊，就把这棵树给砍了。那也行，那你就来做这把斧子啊，把这棵树给砍了。我是这棵树。那我是什么呀？啊，我是什么？你呀，你就是树上的小鸟，每天抓虫子，扯树叶，这树都快被你烦死了。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？我累了。看什么？想和你请教。现在是战友了，混吧。你是怎么练成现在这样的？执行过任务吗？执行过。杀过人吗？杀过。想过死吗？没有。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再去练。等等，你说的是假定情景，我需要一个答案。最好不要有答案，如果有了，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。这个答案足够支持你去挑战曹班。它不是答案，是起因。大队长，随便聊两句。啊，走。曹班啊，咱们认识多少年了？6、7年差不多吧。7年6个月018天。呵，这么厉害呢？我对每个人每件事儿记得都很清楚。那太好了，我要有什么事儿忘了，我就直接问你了。那好啊，我要是有什么事想知道的话，我能问你吗？问。一个我曾经认为是很简单的人，现在变得复杂了，为什么？我，旅途是不是？那小子说的话你就不要信。当然，你信他还是信我？我希望你把你的笑容建立在快乐之上，而不是无奈。我没有无奈。是，他肯定跟你说过了。最近考核呢，我的成绩是不是很理想？但是我保证，我会及时调整的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我不确定。我看过你的训练报告，大部分的训练科目完成的都非常不错，但是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就出现了问题。后来我调取了你的训练录像，我发现，在关键节点的关键行动上，你的失误竟然毫无犹豫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确实是大意了。上次你行动的时候，连一个可疑的弹壳你都没放过，这叫大意。是不是不用实弹你就不会开枪了？
不是队长，这个我是老兵，但是老兵呢，他也是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人呢，就多多少少会有点失误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是人，就有人性，人性都是复杂的。你的这种毫无犹豫的失误，对于我来说不是大意，是故意。可队长，我真没故意。白龙回来了，我却要失去草奔，值得吗？不是队长，这事儿吧，他跟白楼没关系，就是我。我有点累了。要不要休个假？队长，你有没有觉得，你们之前都对我太好了？但也许白龙。他那个样子，才是对的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任何人都无法从你的角度去体会。行了，不打扰你午休了，我走了。队长再见。我们猎豹突击队在执行常规任务时，通常分小队行动，所以经中队党支部研究决定，先将你们5人编为猎豹突击队第1大队第9作战小队。由于这个小队的编制啊，通常为8人，而你们呢只有5人，所以我特地为你们挑选了3名老队员加入到你们当中。马良到。爆破专家，曾经成功拆卸过上千件的爆炸物。穆青到。军医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，医学硕士，岳空到。这位不用多给你们介绍了吧？在此之前呢，你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，他也给你们整得够呛。岳空啊，也是我们猎豹突击队最资深的狙击手。报告。讲。那我负责什么？你是狙击观察员，你负责狙击观察，与岳空配合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服从安排。我想想。到。出列。是。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我们这里是作战部队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把你的情绪给我收起来。都给我听着，你们适合什么样的位置，都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甄选还有评比，最终得出的结果。如果有不满意的，现在就可以走人。都给我记住了，在小队作战中，个人情绪会给集体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想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点声。明白。入列。是。岳空到。穆青到。马良到。入列。是。白东到。你担任小队队长。是。岳空到。担任副队长兼狙击手。是。郭笑笑到。你是狙击观察员。是。肖云杰到。担任机枪手。是。燕博岳到。为突击手。是。许阳到。负责仪器侦察和通讯。是。穆青到。负责医疗。是。马良到。为爆破专家。是。我们已经跟每位新学员配备了专业的教官，以增强你们的专业技能。还有，每位小队成员都必须配合小队进行常规的战术演练，以快速增强你们的默契度、凝聚战斗力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副队长，往后你在队伍听谁的？
我就是那磨盘上的磨，挺驴的。严鹏岳，走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啊！擅自行动，一半多都被你害死了。报告，办案小队不够灵活，突进速度太慢，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，瞻前顾后只会影响速度。在战场上，你的敌人会是这些人吗？会对你们手下留情吗？